中美贸易战又掀惊天波澜，堪称全球经济版权力的游戏。美国对华商品加征125%关税，气势汹汹，中国不甘示弱，立马反击，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34%关税，玉米更是累计高达99%。一时间，国内网友热血沸腾，纷纷点赞硬气。这回总算扬眉吐气了。可还没等这股豪情持续几天，现实却像一记重拳砸来，豆粕价格飙破每吨3200元，玉米到港价直逼2900元，猪肉、鸡蛋、食用油价格跟坐火箭似的往上窜。超市里，普通人望着货架上的价格牌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这场硬刚关税战，表面是中国对美国的强硬回击，实则却像一出悲壮的自杀式演出。中国本想联合全球反制美国，却不料成了孤家寡人。如今，粮食危机如幽灵般降临，14亿人的饭碗岌岌可危。今天，我们拨开这场关税报复背后的真相，中国为何敢如此硬气？代价又有多惨烈？最终，谁会为这场豪赌埋单？这场关税战，中国为啥敢跟美国硬碰硬？表面看，底气不小。第一，粮食需求是大杀器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。2024年，中国进口大豆1.1亿吨，占全球贸易量的60%以上，玉米进口量也高达3000万吨。美国大豆出口的40%全靠中国买单，玉米也有20%流向中国。北京心想，我看你粮食出口，看你经济咋办？第二，外汇储备当靠山。中国手握3.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，外加8000吨黄金储备，堪称全球最豪。就算粮价涨点，咱也能用钱砸平波动，不至于饿肚子。第三，国产粮食能顶上。中国粮食产量连年丰收，2024年粮食总产量达6.9亿吨，自给率号称超95%。官方宣称，就算不进口，美国也别想卡咱们脖子。第四，国际盟友多。中国跟18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全球。2024年，中东25%的石油交易都用人民币结算。北京觉得自己能拉拢巴西、阿根廷这些粮食大国，绕开美国。听起来中国底气满满，仿佛胜券在握。可惜一琢磨，这些底气却像纸糊的灯笼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表面硬气的背后，藏着无数让人想吐槽的漏洞。槽点一：粮食依赖是命门。中国大豆进口依赖度高达83%，其中美国占40%，巴西、阿根廷各占30%。如今对美加税34%，巴西、阿根廷趁机坐地起价。2024年，巴西大豆到港价已涨至每吨4200元，同比上涨15%。国产大豆产量仅1800万吨，压根填不上缺口。今年1月，豆粕价格从每吨2800元飙到3200元，饲料成本暴涨，猪肉价直接从每斤20元窜到28元，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了第一个牺牲品。槽点二：玉米危机更致命。中国玉米进口依赖度虽只有10%，但总量不小。2024年进口3000万吨，其中美国占60%。加征99%关税后，玉米到港价从每吨2400元涨到2900元。国产玉米产量虽有2.8亿吨，但一半用来做工业原料，饲料用玉米缺口高达5000万吨。结果，养鸡场、养猪场成本激增，鸡蛋从每斤5元涨到7元，餐饮店的煎饼果子都得多加2块钱。槽点三：外汇储备不是万能药。3.2万亿美元看着多，可2024年中国进口总值高达2.6万亿美元，其中
粮食、能源占大头。贸易战打下去，出口受阻，外汇收入骤减，储备再多也经不起烧。2024年中国外汇储备已缩水2000亿美元，再这么折腾，真能拿钱去买天价粮食？槽点4：国产粮食是个笑话。官方号称粮食自给率95%，可细看全是水分。小麦、稻谷自给率高，但大豆、玉米严重依赖进口。国产玉米成本每吨高达3500元，比进口贵30%。因为种子、化肥、土地租金全被垄断，农民种粮根本不赚钱。2024年东北玉米种植面积下降10%，谁还愿意赔本种田？槽点5：盟友靠不住。巴西、阿根廷粮食虽多，但物流成本高，运到中国比美国贵20%。而且这些国家更看重美元，人民币结算占比仅5%，指望他们雪中送炭，怕是得先给美元磕头。最要命的槽点，中国这一波硬气等于自断粮路，对美加税推高进口成本，国内企业却没能力填补缺口，结果饲料厂、养殖场、食品厂成本暴涨，关门倒闭潮一触即发。2024年中国食品加工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5%，餐饮行业倒闭率高达30%。老百姓呢？面对飞涨的物价，只能勒紧裤腰带，省吃俭用。这场关税报复点燃的不是胜利的烟花，而是粮食危机的炸药桶。后果有多惨？咱们来细数。1、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2025年初，全国 CPI 同比上涨4.5%，其中食品价格涨幅高达8%，猪肉、鸡蛋、食用油、面粉全线涨价，城市居民月均食品支出从1000元涨到1300元。农村更惨，农民不仅买不起饲料，连自家吃的粮食都得精打细算。网上有人调侃，再涨下去，吃草都不够了。2、供应链崩溃，企业倒闭。饲料成本上涨20%，养殖业利润几乎归零。2024年全国生猪存栏量下降12%，食品加工厂因原料短缺减产30%，出口订单锐减50%。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食品，如今连东南亚市场都抢不过。3、餐饮业成重灾区，成本涨，需求跌，餐饮店家在中间喘不过气。2024年全国餐饮业收入同比下降18%，一线城市餐馆倒闭率超40%。街头巷尾曾经热闹的夜市小摊，如今冷冷清清，服务员失业，厨师转行，活脱脱一幅经济萧条的画卷。4、外汇储备告急。贸易战双向加税，中国出口额2024年下降10%，外汇收入减少3000亿美元。粮食进口成本却涨了15%，外汇储备像漏水的桶，哗哗流干。5、通缩阴影笼罩，粮价上涨没带来收入增加，反而让企业减产裁员。2024年中国失业率攀升至6.5%，消费需求萎缩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。超市里货架上满是打折促销的标签，可顾客却越来越少。6、国际孤立加剧，中国本想拉拢其他粮食出口国，可巴西、阿根廷忙着跟美国签新订单，压根不 care 中国的人民币梦。2024年全球对华贸易壁垒案件新增200起，中国商品被贴上高价低质的标签，出口市场一片哀嚎。表面看中国硬气了一把，可代价却像雪崩般砸向每个普通人。美国那边关税虽推高了物价，但创新能力强，供应链多元。2024年 GDP 增速仍有2.5%，撑几年没问题。中国呢？经济却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摇摇欲坠。
中国短期满足民族情绪，官媒大肆宣传抗美胜利，转移内部矛盾，代价却是粮食危机引发物价暴涨、失业潮、企业倒闭。2024年 GDP 增速跌至 3.8%， 创20年新低。更可怕的是，全球供应链加速脱钩。2024年中国 FDI 下降 30%， 一旦被彻底孤立，内需不足的短板将暴露无遗。最讽刺的是，中国的硬刚反而帮了美国大忙。关税战让美国有了理由加速去中国化，制造业回流加快，盟友抱团更紧。中国呢，不仅没联合到盟友，反而把自己逼进死胡同。网友还在喊硬气，可菜市场里，老太太为了1斤便宜白菜，跟摊贩吵得面红耳赤。这场粮食危机的根源不只在关税战，更在中国的经济模式。几十年来，官方靠垄断种子、化肥、土地，推高国内生产成本。2024年，国产玉米成本每吨3500元，化肥价格同比涨 20%。对外，靠补贴和廉价劳动力倾销商品。2024年新能源车出口补贴高达2000亿元，对内却把高价粮食、高价能源、高价房子卖给老百姓。结果14亿人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出口赚的外汇却没换来民生改善。如今关税战撕开了这层遮羞布，进口粮食价格暴涨，国产粮食却贵得离谱。2024年，国产大豆每吨5000元，比进口贵 40%。老百姓发现，辛苦种田的农民赚不到钱，城里人却得掏空钱包买吃的。网上有人骂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干脆吃土得了。这场硬气的关税报复，点燃了粮食危机的导火索，却没给老百姓留条活路。中国本可更聪明点，通过谈判换取美国让步，加速农业改革，摆脱对进口的依赖。可如今，官方还在敲锣打鼓，喊着自力更生，老百姓却在为下一顿饭发愁。我大胆预测，这场危机只是开始。2025年，粮价可能再涨 10%， 失业率或破 7%， 经济下行将让更多人陷入困境。官媒或许会继续歌颂抗美胜利，可菜市场里空荡荡的摊位，超市里高得离谱的价格牌，才是14亿人要面对的现实。与其高喊硬气，不如冷静反思，粮食安全不能靠豪言壮语，民生福祉更不是赌桌上的筹码。贸易战的硝烟终将散去，留下的只有普通人空空的钱包和沉重的叹息。吃草时代真的不远了。